其实通膨最害怕的就叫预期心理啊，预期心理又可以把它称为叫恐慌的心理，消费者会开始囤货哈，这个生产者呢开始就看别人涨了，我也跟着调涨了哦。如果一旦形成这种调涨的循环哈，那就很难收拾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工商时报财经相对论》，我是主持人 Jenny。美国纽约联储银行的统计，美国消费者对于未来5年通膨增幅的预期仍然是高于市场原本的预估，这会让大家担心说，未来通膨趋缓下滑的幅度是不是有可能会面临阻碍？很多市场的杂音也认为，未来通膨趋缓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来到台湾，主计处统计，去年台湾人的外食增幅达到4%。而且房租的增幅也达到2%，让主计处去上修了台湾的 CPI 数据到1.85%，这还不包括了电价上涨有可能带来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工商时报》的副总主笔余国清余大哥来跟我们分享跟我们生活最密切相关的通膨议题。国清大哥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可以看到，从疫情之后啊，包括了联准会大撒币，包括了塞港的状况，包括了俄乌战争造成油价的飙涨，这个都让我们去深陷高通膨、高物价的一个困境。那国清大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对于通膨啊，最主要的促成因素是什么？好，我来讲一下我的看法。这一波的通膨，我们可以从2个角度来看哈。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通膨在1970年到1980年之间呢，这个国际上的通膨压力是很大的，那是第一次石油危机跟第2次石油危机。那时候通膨率你很难想象哈。我们现在通膨率2.5%、3%，我们都觉得很严重。那时候通膨率是47%、19%、16%哦，这个尾数都比我们现在来得大，所以那时候通膨压力很大。但是到了1980年以后呢，逐渐2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贸易逐渐自由化，朝自由化的发展。那到1990年呢，因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啊 GATT 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协议，各国在1995年关税大幅调降，这意味着自由贸易从教科书走向现实的社会啊。那自由贸易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市场开放，关税降到0。那在这个2个的这个助力底下，你可以想象，通膨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供给不够，需求，就是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啊，这个都大概就是1970年、1980年的原因。但是在自由贸易在1990年盛行之后呢，这个原因消失了，全球化的生产还有这个自由贸易的盛行，所以使得1990年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叫新经济。新经济的意思就是高成长低通膨啊，这美国总统克林顿引以为傲，新经济在他的这个执政8年之内。那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当然就是自由贸易。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你看看现在，全世界自由贸易在最近几年已经慢慢被另外一个思想给取代，那个叫公平贸易啊。那美国现在最倡议公平贸易。那公平贸易跟自由贸易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公平贸易就认为国家安全很重要，维护自己厂商很重要，供应链拉到本国很重要哦，所以公平贸易跟自由贸易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对立的情况。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常常会认为，这一波的通膨好像是这个俄乌战争啊，引起了这个原物料上涨啊，或是说我们会以为疫后复苏啊，需求大量增加造成的。但是如果从最根本的原因来看，其实就是自由贸易跟公平贸易之间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所以回到主持人刚刚的问题，如果公平贸易未来继续发展下去，自由贸易慢慢的衰微，那我想就会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未来通膨应该是未来10年、20年会一直持续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像1970年代的时候，通膨是因为能源的危机所引起的。我们最近一次看到俄乌战争，也是掀起了一个石油的价格飙涨。但是呢，现在石油价格感觉已经不会是主要的问题了，反而是贸易的形态改变，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通膨状况。比如说关税的调整，比如说中美之间的对立，因为美国想要把制造业拉回到美国，所以会造成人力成本、生产成本的增加，在未来这些成本都有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是我们也想要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还处在通膨的环境里面吗？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说通膨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一个助力还是一个阻力？是，其实CPI 啊，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在总体经济学里面一个很微妙的数据啊。它太高不好，它太低也不好。太低它叫通缩，大家听到通缩也很害怕。那太高，大家就认为啊通膨也不好。它不像失业率，失业率最好是0啦，对不对？它不会有说太低不好，太高也不好。但独只有通膨率这件事情，它太高不好，太低不好。所以有人就提出了2%什么通膨警戒线哈。那什么叫通膨？其实教科书上说的很明显，通膨它具备3个特性哈，它必须要有这个普遍性，还有持续性、显著性啊。那什么叫普遍性？我们所谓的消费者物价，它查的项目就包括食衣住行娱乐嘛哈，你的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外食费涨得很凶，它就是吃嘛啊，我们现在讲的房租涨得很高，它就是租金嘛啊。那我们大概最近都不会认为这个交通费率涨得很高，因为我们的交通费率现在台北用 T-Pass 很便宜，1200很便宜嘛哈，所以这表示这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涨有跌，在这种情况底下，除非了哈，我们食衣住行娱乐依照主计处的调查有360个项目，这当中有80%项目都涨，这叫具有普遍性哦。那第二个的话，显著性。显著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涨幅要大一点，要大一点。比如说涨个1%、0.5%，它没有显著性，没有办法造成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对，你像1970年涨19%，20%啊，这个就有显著性了啊。那显著性就是等于涨幅要具有一定的幅度了哈。那持续性就是说不能只单涨1个月，如果涨1个月，这可能是季节因素、年节因素。比如说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东西都特别贵，对啊，理容费也涨，计程费率也涨，但是它不会一直涨，它过完年就没了，所以它就没有持续性，所以那个也不能叫通膨。所以消费者他对于这种年节的上涨，他也会有一个预期，所以他不会觉得这对他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是。但是刚刚国兴哥有讲到，联准会他通常对于通膨不能太高，不能太低，它会有一个标准值。像我们都会知道，联准会它的目标就是把通膨维持在2%的水准嘛。那这个2%到底是怎么来的？据我所知，这2%是1989年纽西兰央行所提出的一个目标值2%哈。那后来。大家也就是大家都提2%嘛，大家就是既然有人提2%，就2%，大家就一直用啊，所以后来才会传出有这2%的警戒线哈。那事实上，你想各国的经济发展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国家，它可能在这个早年跟在这个发展中，还有在成长阶段，它每个阶段所面临的外在环境、供需情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很难定出一个常数哈，就是2%或3%。那我举个例子啊，1990年台湾过去叫经建会，现在叫国发会哈，在经建会时期每年都会定经建目标。那我们的通膨率的经建目标是多少？3%。这意思是什么？就3%是一个健康的通膨啊。那事实上不止台湾啊，在1990年代的美国，教科书上都写着，这个在克林顿时代。这3%的通膨率也是他们认为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啊，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害怕通缩嘛，所以通膨率太低，又觉得经济可能需求非常的疲弱，所以3%就成为一个当年呢大家追求的目标。那到了最近呢，大家大概已经受不了3%了，最近大家只要成长个1%啊，大家都觉得很痛苦啊，因为物价涨得太凶了。那我想。这可能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感觉为什么这种感觉？以前3%大家觉得很快乐，为什么现在1%大家觉得很痛苦？
它原因不在于物价的通膨率，而在于薪资的变化啊。所以这个2%，它应该是要因时因地来做质疑。比如说，在美国 CPI 的组成跟台湾 CPI 所计算的组成，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我们比较着重在消费或者是其他方向上面，它也会有所不同。可是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膨对我们来说，它不一定是一个负面的词，它还是跟着经济成长有关。如果今天经济成长、生产力开始不断的爆发的时候，那你适度的通膨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它也会是一个帮助。是。那刚刚国兴大哥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重点是我们的薪资有没有跟着通膨去上涨？我们的购买力是不是在物价上涨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维持一样的生活品质？可是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通膨对于我们全部社会的影响啊，它是不是也有分富人跟穷人？比如说，它对富人的影响就是比较小，可是对于穷人的影响就是会比较大。根据统计啊，在过去10年，穷人的通膨率都是高于富人的。国兴大哥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好，这个其实又回到源头了哈。其实，我们最后统计的结果是，富人的通膨率在过去10年，将近了哈，这当中讲8年了，也差不多了，几乎全部都是穷人的这个通膨率超过这个富人通膨率。它原因在于，穷人他之所以是穷人，就是他收入少嘛。那收入少，他的收入大概全部花掉都要花在必需品上。那必需品是什么？就是吃跟住嘛哈。所以我们用精确的数字来表达，也就是说，穷人的 CPI 呢，它的这个住跟吃啊，这两个权重就占了60%，很高啊。哦，那相对的，我们去看所谓的富人的 CPI， 富人 CPI 它这两个吃跟住啊，只占它权重40%，一个是60%，一个是40%，所以你就知道，当食物价格大涨，当房租上涨的时候，谁感受比较深刻？肯定是穷人，哦，那他们影响的比较大，哎。因为我如果所得没有增加的话，可是我在这些生活必需的支出上面增加了，那当然会去挤压到我在日常消费、娱乐上面的一些享受支出。可是因为这些富人他可能拥有房地产，他可能有一些可以帮他提高生产力的资产，所以在这种通膨升温的同时啊，他反而是受惠的一方，又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贫富差距，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解释贫富之间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单看数据，其实它就是个平均数据，也就是说前20%高所得家庭的情况，跟后20%低所得家庭所面临的物价情况，感觉上是这样。那实际上就像主持人所讲的，事实上，就算前20%高所得家庭呢，它的食物跟居住，就算它占了50%，其实它对通膨的感受压力本来就会比较小的。更何况这个后20%低所得家庭，他收入本来就低，再加上涨的东西又是他必需品，所以他的感受压力就非常的深刻哦。所以为什么通膨率要有这么多的分类哈？它除了一般我们听到的通膨率，它还有这个针对低所得家庭、针对高所得家庭，甚至针对这个老年人，因为台湾也慢慢面临高龄社会了嘛哈。这个明年台湾就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口占20%，所以主计处也开始从去年开始编制老年的 CPI。国兴哥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除了贫富之分之外呢，人口的结构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通膨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看过去的统计记录的话，高龄的家庭他面对到通膨的压力也会比较重，原因是因为老人他可能需要有更多的照护服务，但是这些照护服务呢，可能在人力需求开始不断的增加，但是人力的供给并没有跟着增加的同时，也会去让它的通膨，让它价格的上涨对于它的生活负担有更重的一个影响。是，主计处去年开始编嘛，哈，第一次编，它回溯5年，这5年的通膨率里面，你发现老年的通膨率全部都高于一般的通膨率。那原因就在于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个个人照顾服务费，光去年它就涨了6.5%。所以涨幅是大的，所以他们压力当然是大的。那此外呢，老人的这个 CPI 的权重跟这个低所得家庭有点雷同，他们在食物跟这个居住上面这两个权重也占了将近60%，
所以这几年涨的刚好都是这些啊，食物它也这个影响最大，居住房租它也影响最大，高龄的这个照顾服务费又涨了6%，它影响也最大，所以这些因素导致他们面对的通膨压力是比一般人更高的。所以在这样子的趋势之下，政府是不是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可能会执行一些政策面，比如说补助的部分、税收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去减缓这些通膨的负担。是，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解决通膨的问题，究竟该让市场来决定，还是让政府透过干预来决定？这其实在经济理论上都有两派不同的见解哈，因为比如说我举例，政府怎么去介入呢？第一个，最轻微的就是很简单，就是透过货币政策嘛，紧缩一下啊，紧缩它也有怕硬着陆啊。这个那可是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呢，很多国家也会用补贴的方式，比如说什么东西最贵，进口的原物料贵，那我们就机动调降关税一下啊。那虽然是降税，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补贴嘛。避免这个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再来的话，就比如说电价啊，既然电价这么贵，那政府可能也就以政府的预算来补贴发电成本然后避免这个发电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也是一个方法。那最厉害啊，这个的一个干预就是叫管制，价格管制、工资管制。这个在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森时代曾经实施过价格跟工资管制。那这当然是因为通膨实在太严重，2位数字了已经到10几、20几的时候，这个时候预期心理很严重啊，你最后只好透过用管制的方式来限制价格上涨那从我刚刚讲的1990年代自由贸易以后，大家都忘掉了，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什么价格管制这件事情好像再也没出现了。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全球贸易体制不断的在改变当中，说不定哪一天又回到了公平贸易，又回到了这个各国保护主义的情况底下，可能这个事情又会卷土重来也不一定了但是这样的管制方式，有人赞同，但是有人反对，因为副作用太大。你可以管制半年，可以管制9个月，你这样持续管制下去，总有一天你得回归到市场，但回归到市场那一天，可能会引发很大的副作用。反而是人的情绪是没有办法去掌控跟控制的，你没有办法预测我们会对于未来的物价上涨，对于未来的管制政策做出什么样的行动。这个好像也可以去反映我们对于通膨的看法。我们看到主计处统计或者是美国的统计数据都会告诉我们说，通膨现在可能只有2% 啊3%，可是实际在体感上面的时候，我们觉得物价好像涨了4% 6% 以上，这是不是跟情绪心理也会有蛮大的关系？非常有关系啊，所以。主计处这个其实应该说是日本日本统计局第一次先编的它叫做购买频度的 CPI 购买频度 CPI 什么意思？就是说常买的东西，他把这个常买什么常买，可能就是便当常买吧，对不对鲜奶常买吧那这个每天就是经常买的东西，把这些集中成一个项目群，然后把它称为这个购买频度购买频度它分嘛，常购买的编一个指数，一年买不到一次的编一个指数那个别来看，那购买频度就可以呈现主持人刚刚说的情绪性，明明物价只有涨2%，但是我感觉它涨5%，那主要原因就在于，因为这个常常买的东西天天都在涨，对不对？比如说我常常买便当。以前一个便当70块，现在一个便当100块。我每天买一次，这个便当就在提醒我物价涨了。每天买一次提醒物价涨他感受深刻。但是像电脑跌得很凶我记得20年前一个笔记型电脑要6万块，现在电脑也不会那么已经便宜。但是问题电脑不会天天买，
电脑你可能3年5年买一次，而且它规格的提升跟它价格的上涨，我觉得反而是比较不等比例的。可是，在我们买便当的时候，老实说，以前一个鸡腿便当70块，现在一个便当130块，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便当永远都回不到过去的水准了。它上涨了就是上涨了，它不会有任何实质规格的提升，反而跟我们生活是更息息相关的。是，所以通膨率我说是一个很微妙的指标。它涨得高不好啊，它跌了也不好。除了客观上的数据，它还有感情上的作用。所以说为什么通膨率除了各国之间客观的比较，可能跟各国之间的这个人民的价值观跟他的乐观程度或是怎么样可能不一样。像有些国家可能天生乐观的国家，它物价涨得太高，它还是很快乐。但有些国家就比较那种这个比较这个保守的国家，这个比较忧心未来的、未雨绸缪的，他可能就会觉得涨一点他就压力很大所以通膨率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指标。我觉得这跟文化也有关系。如果是以消费导向为主的一些国家的话，他就会觉得没关系，你物价上涨我还是照花，我就顶多去贷款，我可以去刺激消费。对。但是如果是以储蓄为主要导向的一些国家的话，他就会觉得物价的上涨对于他储蓄率的下滑有非常大的压力。对，那拉到台湾来，其实我觉得我们也算是比较心态比较保守的一个族群嘛，所以呢，包括了食材的上涨，包括了鸡蛋价格的上涨，对我们来说都会是一个蛮深刻的打击。但是现在有最新的一个消息是指出，电力也要上涨，电价也要开始去上涨的。那大家都知道，电价在过去呢，其实包括了像补贴啊，包括了像台电的一个状况，其实呢，都对我们生活还是会多多少少造成一个影响。在经济学上啊，电价上涨又会怎么样去做一个解释？因为电是必需品电肯定是家家户户都要用的。然后电不只是这个家家户户需要，包括商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它没有电它是没办法。所以电价上涨，为什么各国政府在电这件事情上都会比较小心，或是在油这一部分，因为油跟电这两部分都是生活必须的那它一上涨就会产生很大的波及效果波及效果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像电我们如果从总体经济学来说，电的产业关联效果是很大的所以产业关联效果是说，电一旦涨的话，它可能会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整个生产成本都增加，就反映到最后一关就是消费品。那敢不敢反应呢？就要看市场的情况了那根据105年的产业关联表，这个我们的电最终消费大概1000亿，但是呢，它的中间需求5000亿也就是说，当我们说电价调涨会影响 CPI，现在大家报纸都有讲嘛。可是另外产业用电成本提高了，那它会不会把这个反映出来？因为这规模有到5000亿5000亿的电力需求，很难说。所以这部分叫间接效果。那这部分的效果，可能厂商也会观望一下，看如果调涨，万一消费者不买了，可能对他们影响也很大但是这个间接效果是比较难估的。其实通膨最害怕的就叫预期心理预期心理又可以把它称为叫恐慌的心理。大家就觉得它会涨了，我可能消费者会开始囤货那这个生产者呢，开始就看别人涨了，我也跟着调涨了如果一旦形成这种调涨的循环那就很难收拾了所以政府在调涨电价这件事情上，要考虑我们刚刚讲的心里面的因素。对，心里面的因素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万物皆涨，大家都知道物价的涨幅就是我今天可以在一个适度缓和的情况之下，趋势去上涨的话，这个是我们还可以接受的。而且如果还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预期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慢慢的去适应这样子的生活形态。但是另外一个要考量的就是，我今天要去适应这生活形态，我当然也是要有一些实质的帮助吧，比如说我的薪资真的也可以跟着上涨。所以薪资这个部分呢，对于通膨上涨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衡量因素。可是薪资我们也会分成实质薪资的概念，那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实质薪资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计算？好，我们过去10年这个有3年
实质薪资是负成长的啊。那换言之，这当中名目薪资虽然成长了，我们讲名目薪资之后，你钞票上看到钞票啊，钞票增加了，可钞票增加，它的购买力下滑，购买力下滑，那就是一个实质的概念。老板帮你加薪加了5%，可是物价如果超过5%的话，那你的加薪等于是就被通膨给吃掉了哦。所以实质薪资的概念是衡量你真实的购买力有没有增加。我这个举个例子，大家一看就清楚。1974年啊，我们的薪资成长了36%，高不高？很高吧？36，现在有薪资成长36%，应该很高兴吧？可没有用啊，通膨率47%，所以那一年实质薪资是负成长7%啊。所以你说名目薪资成长了36%，实质薪资变成负的7%，它原因就是通膨造成。所以你说民国63年，1974年那一年，大家是快乐还不快乐？如果看名目薪资，你会觉得快乐啊，加薪36%。那看实质薪资，你就知道是负成长7%。所以回到现在，我们过去10年有3年实质薪资是负的，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薪资成长力道太弱。过去这10年，其实我们的通膨率了不起就是2.95%嘛，最高。那去年2.43%嘛，那我们的薪资增幅之所以会实质薪资之所以负的，就是我们比这个通膨率还要低。可见过去10年的实质薪资负成长，其实有一点原因要责怪，归咎于通膨，但是有更大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薪资成长实在太慢。那也就是说，我们经济成长的果实，多数上班族并没有分享到。这边可以提到，就是台湾统计平均薪资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看到主计处去统计薪资的中位数跟分布的统计。2022年台湾的平均薪资大概是69.3万，薪资的中位数是51.8万。这份报告呢，统计了817万我们领薪水的这种上班族、小资族的状况。可是你可以看到，极端的高薪去推升了平均数的成长，可是你今天领低薪的人，他感觉好像还是没有去真的达到这样的薪资水准，然后拥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一样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经济成长的果实本来就是应该大家分享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总体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固然要看重成长，我们要重视分配，可是当经济成长的果实只是少数人分享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这以后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啊。那您刚刚提的，我在用非常浅显的方式，薪资之所以会有中位数的出现，就是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每次发布平均薪资，主计处的电话跟经建会电话就接不完，就说我的薪资什么时候曾经那么高过啊？怎么那么高？那后来才编了中位数啊，中位数就是说817万人居中的那个人，他的这个年薪嘛，你刚刚讲年薪，那平均年薪将近70万嘛，用一个好记的，那中位数是50万，你看这中间差了20万，那事实上大概有70%的人70%的人都是低于平均薪资的，也就是说，当政府说你这个年薪有70万，事实上是有70%的人没有领到这个薪水的，70%没领到。我觉得这跟产业结构应该也会有蛮大的关系。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09年之后，或者是2000年之后，其实科技公司它可以推动薪资成长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你今天如果是在科技业去工作的话，你的薪资可能非常高。可是如果一般的劳动服务业的话，它可能薪资都还是处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准。那过去我们在经济学的理论里面都会说，今天只要去推升经济的成长的话，成长的重要性其实是高过于分配的。也就是说，今天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我去推升了经济成长，我的生产力提升的话，对于这个世界就是有帮助的。可是这个世界它越来越好，是不是真的惠泽全部的人，还是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族群上面？这个问题呢，从2战以来，随着经济成长，可是分配更加不均，也越来越严重。国兴大哥怎么样看这样子？在未来是不是也会持续的去恶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让这样的环境有一个扭转？这个我觉得是很难扭转的只要在当前这个目前的这个资本经济体系里面，这个是很难扭转。也就是说，
所得会越来越集中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赢者圈的这个族群里面。好，这个包括美国，包括台湾的统计比较少，那美国都统计到前1%所得集中度有多少哦？那台湾目前这一部分的统计其实有待加强，因为台湾对于所得分配的统计，事实上是不够精细哈。那这一部分真的是未来要加强。那至于你说的这个情况会不会未来持续发展下去？我想只要这个资本经济持续发展下去，因为它包括我们看到的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一个所得重分配的机制，包括你刚刚提的产业结构的改变，它也是一个所得重分配的机制，甚至包括股市的变化，它也是一个所得重分配的这机制。所以经过这一层一层的所得重分配，它会越来越让有钱的越来越有钱，让这个所得低的人他可能所得越低。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政府来进行重分配的哈。如果没有政府重分配的话，我们所得差距它会拉得更大但是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真是个难题，因为政府再怎么所得重分配它的差距还是越来越大。比如说我们在这个1980年，我们的5等分位所得差距大概很难超过5倍。那从2000年以后，我们就是超过6倍，这只是5等分位哦。如果你把它取20等分位，也就是前5%跟后5%，那差距更可观了。那如果我们要再看这是所得哦，要看财富分配的话，我们这个1991年唯一办了一次，这个叫做国富统计调查，那一次的财富分配，前20%跟后20%差了16.8倍。你要知道那一年的所得差距只有4.9倍，但是财富分配财富差距是16.8倍所以这说明这个财富的差距是比所得差距是更大的。那主计处在那次1991年发布之后，已经30年了，没有再发布第二次。不过前段时间主计长，我们专访主计长的时候，主计长说他会在这个今年，他希望能够发布，就拭目以待。所以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是拥有资本的人，他其实可以用钱滚钱的能力是越大的。那如果今天政府想要执行一些政策，去让所得或者是财富重新分配的话，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maybe 就是税收，也就是我今天靠税制的改革去做这个分配的一个动作。像美国，它可能会有富人税，或者是像拜登，他可能想要对企业去做更高的一个征税，甚至是我有听过很有趣的说法，是因为现在 AI 科技趋势很红嘛，未来 AI 有可能会取代人类，所以导致我们薪资一直往前没有办法往前的原因，某部分也是因为科技去取代了原本人类在做的事情。那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也会让政府去跟 AI 征税？你今天拥有 AI 资本的人，你可能必须要付出更多的税。你怎么看这样未来的一个有可能潜在的一个状况？这个没想过这个题目，但是我想任何时代比如台湾全世界从农业社会进到工业，工业社会进到服务业甚至进到资本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整个政府的这个财政的它的税制应该要与时俱进嘛。没错。它的税收来源，它总不能找非常贫瘠的这个税基来征收，那是征不到税了。所以如同你说的，未来如果 AI 的话 ，AI 能够获取庞大的利益的话，那这部分可能而且会造成所得差距扩大的话，那这个政府的税收当然是一个最佳的重分配工具了当然，政府重配除了税收之外，还有叫社会福利支出嘛。所以它的重分配往往就是从有钱人身上多收一点税，然后损有余补不足嘛就是把有钱人的钱拿出来，然后再分配给这个低收入者，协助他们这个在他们的这个生活上有一些帮助，甚至因为他们获得了这个政府的补助，他们也更有一些力量、有能力有能量再重新进到社会的工作里面。但是我觉得从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看起来，如果 AI 以后真的取代人类的话，那真的有一点危机事实上，那个应该是 OECD 吧 ，OECD 在5年前曾经有做过一个研究他就是说未来20年的工作就是说
现在还在读小学的这些学生，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所要从事的工作68%现在是不存在的啊，也许就是你说的，可能都被 AI 取代掉了，不一定。今天非常感谢国清大哥的分析，让我们对于通膨的数据以及日常经济的数据都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节目，在资讯栏里面有延伸的报道可以做参考。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工商时报财经相对论，我们下周见，拜拜。